我抛绣球招亲，却砸中一个马奴。可我明明中意的是状元郎，我要面子，最终只能憋憋屈屈，让马奴入赘苏家。我嫌马奴粗鄙，空有一副好皮囊，把所有的愤懑都发泄到了他身上。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阿蛮，我不愿意让他碰我的身子。冬天让他睡在马棚，夏夜让他睡在柴房，白天我心情好了，就让他趴在地上，踩着颜料在他背上作画，心情不好就踩他的脸。总之怎么侮辱人就怎么来，可他不哭不闹也不生气，就那么纵着我欺负他。到后来我都有些愧疚，觉得自己是一个又漂亮又有钱的变态了。1月前我被悍匪绑走，还被下了药，他长枪怒马赶来救了我。我觉得他那天格外好看，稀里糊涂跟他圆了房。我好像有一点点心悦他，睁开眼睛会想他，闭上眼睛还是会想他。我觉得他有点像蛊惑人心的男妖精，于是我又恼羞成怒的把他赶回了马棚。可是以前让他住在马棚，我这个漂亮的变态很得意，现在却会偷偷跑去看他。他就在苏家，我却得了相思病。今天是他生辰，我亲手为他做了一碗长寿面，还想给他一个惊喜。我想告诉他，他要做爹爹了。到了马棚我才知道，他原来是帝后唯一的孩子，因战乱流落民间的太子顾昭。阿蛮一下子就变成了金疙瘩。我听说还有指腹未婚的太子妃，太子妃很漂亮，是大官的女儿，京都第一才女。她回京便会与他成婚。苏家马棚已经被包围，一看到鬼鬼祟祟的我，御前侍卫就将佩刀横在我脖子上。大胆刁民，见了太子殿下还不下跪！我忽然就有些难过，没有下跪。你真是太子殿下。苏小姐今天又想怎么折磨姑？她身上的粗布麻衣已经变成了华贵大气的玄色长袍，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子居高临下的金贵。苏小姐放心，等姑回到京都，会让人给你送来休书。我眼里好像进了辣椒水。我今天没想折磨她，想给她过22岁生辰。我想告诉她自己肚子里揣了一个小阿蛮，我还想告诉她自己舍不得她，她若不愿意留下，我可以去京都陪她。可她连我拉她的手都不愿，倒是要给我休书。我才18岁就成了下堂妇，我也终于明白，她讨厌我也不会要我肚子里的小阿蛮。她以后会和她的太子妃和和美美生一群小金蛋，而我只是在她落魄时欺负过她的坏变态。苏小姐还有事吗？见我还傻愣愣地站在原地，她又金贵无比地问了一句。我想让她尝尝自己亲手煮的长寿面，但她不可能会尝我头一次下厨做的长寿面。我怕她报复全家，不敢再说话，只是红着眼圈摇了下头。哼，真是可笑。她讥诮地冷哼一声，翻身上马，再没有回头。我心口好像一下子就空了，僵在原地许久后，直挺挺地栽倒在了地上。我差点就小产了。更倒霉的是，他离开凉州城的第3日，我爹涉嫌谋害朝廷重臣，被押到京都。我和娘不信爹会害人，匆忙赶到京都，得到的却是我爹被定罪1月后问斩的消息。我和娘去监狱见了爹，他说他是被人陷害的。忽的，娘想到了些什么，用力抓住了我的手。芊芊，你去找太子殿下帮忙，你俩毕竟相亲相爱2年，他还喊过你爹一声岳丈，他肯定不会见死不救。芊芊，娘求你了。我不敢告诉娘，我和当今的太子殿下顾昭从未相亲相爱过。我更不敢告诉娘自己抽过他鞭子。我不忍心看到娘眼里好不容易浮起的光芒碎灭，还是拿了我最喜欢的小金鞭去太子府门外求见他，大不了让他抽死我。我从早晨等到傍晚，手中的小金鞭都落满了积雪，才终于见到了策马而来的他。他翻身下马，薄冷的视线直直地刺在我手中的小金鞭上。苏小姐用哪只手抽过姑鞭子？我本就冻得瑟瑟发抖，听到他这没有分毫温度的声音，更是唇都止不住打颤。紧接着又听到他说，苏小姐又用哪只脚踩过姑？他身后4位侍卫倏地拔出了佩剑，我怕他们真砍了我的手脚，下意识就想后退，谁知我脚冻僵了，直接栽到了他怀中。我不争气地红了眼圈，不怕死地问他，太子殿下，你能不能救救我爹爹？他抬手轻佻地勾住了我斗篷上的系带。所以你主动向姑投怀送抱，是想让姑救苏震？也好，姑就试试嚣张跋扈的苏小姐伺候人的本事，看看能否再踏上月姑。说着，他直接抱着我进了太子府，把我扔在了他榻上。加上他动作太过分，我恼羞成怒，
一时没压制住自己的脾气，扬起了小金鞭。他讥诮地勾了下唇角。苏小姐，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。我手中的小金鞭颓然地滑落在地上。取悦姑，如果你能让姑满意，或许姑会大发慈悲，给苏振一条活路。取悦他，我心里忽而说不出的难过。我忍不住垂眸，轻轻碰了下自己依旧平坦的小腹。大夫说我胎相不稳，可顾昭要我取悦他，这是我能救爹的唯一的机会了。就这么不情愿？姑不喜欢强人所难，既然这么不情愿，你可以等着1月后给苏振收尸了。我委屈的眼眶胀痛，可我不敢把肚子里有小阿瞒的事告诉他。顾昭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子，又怎么可能要我肚子里的小阿瞒？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显然是没有了耐心，他嗤笑一声，随手将我的小衣丢在地上，转身就要离开。太子殿下，我用力咬了下唇，还是自身后紧紧地抱住了他。我取悦你。晚了。他又极其不屑而冷漠地嗤笑出声。我怕他又会拂袖而去，哪怕不太懂该怎么取悦男人，还是笨拙地触碰他。我想了想，又走到他面前，带着几分难过，亲了下他的唇。苏小姐就这点本事？他还想要我有多少本事？我又羞又恼，想抓小金鞭，可我明白，这个时候要是敢抓起小金鞭，就是在拿着刀子磨我爹的脑袋。我扬起脸与他四目相对，我学着那晚他亲我的模样，小心翼翼地亲他。苏姐，离姑远点。我不知道他怎么了，呼吸忽而变得特别急促，听到他让我远离他，下意识就想后退，谁知他一把托起我的腰，就死死地将我按在了床榻边，反客为主，几乎要把我的唇咬碎。我有点丢人，我后来竟然不争气地昏睡了过去。我心里憋着事，天色还未大亮，就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。顾昭应该是要去上朝，已经穿戴整齐，我眼眶又止不住变得很酸很涩，吸了下鼻子，才哑着嗓子开口：太子殿下，昨天晚上我已经……后面的话我有些难以启齿，直接改口：你会救我爹爹，对不对？姑什么时候说过，只要你让姑睡，姑就一定会救苏振？什么？我倏地睁大了眼睛，我怎么都没想到昨天晚上自己那么累，他竟然会说出这么一番话。更何况就你那身子也能取悦姑。我不算特别聪明，但听了他这话也明白了，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救我爹，他是故意羞辱我。我难受的眼里好似要下大雨，但我不喜欢哭，还是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。我也强压下想捡起小金鞭的冲动，用尽全力低下了头，求他：太子殿下，我真的求你了，我不想我爹死，你就救救他。他连一个眼神都没有施舍给我，携带着一身寒霜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我仿佛丢了魂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，又麻木地往外面走去。没想到我刚走出他寝宫，就看到了一位迎面走来的女子。之前我在街上远远地看到过柳若云，她是英国宫的掌上明珠，也是顾昭未来的太子妃。柳若云真的很漂亮，她看我的眼神也带着轻蔑与冷意。你就是太子哥哥在凉州时宠幸过的商户女。我不太喜欢他这副盛气凌人的模样，纠正他：不是他宠幸我，我与他有过婚书，他是我夫君。哪怕顾昭现在要休了我，也改变不了他曾是我夫君的事实。夫君？他讽刺地笑出声。我打听过，太子哥哥在凉州城时，你对他很不好。他与你成婚，你可敬重过他，你可真心爱慕过他。不过是现在太子哥哥身份尊贵，你想攀龙附凤，才上赶着讨好太子哥哥。太子哥哥又怎么可能看得上你这种爱慕虚荣、狼心狗肺的女人？不过，如果你实在想攀附太子哥哥，等我与他成婚，可以让他把你收进府中做个侍妾。太气人了，谁稀罕做顾昭的侍妾？我只要一生一世一双人。顾昭要娶别的女人，哪怕我有些心悦他，以后也不会再纠缠他。我没跟柳若云吵，说完那话，就拖着依旧有些疼的身体往前走去。走出太子府后，看着头顶上明晃晃的大太阳，我终究是不争气地掉下了眼泪。顾昭恨我，他只想看苏家倒霉，他不可能救我爹。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洗清爹爹身上的冤屈？肝肠寸断时，抬眼却对上了一张让我悔恨终生的脸。我正哭得毫无形象，忽然听到了一道有些熟悉的声音。我慌忙擦去眼角的泪水，转身看到喊我的人果真是姜文彦。我学问不好，所以一直特别仰慕读书人。我爹也喜欢读书人，所以2年前他把凉州城所有他资助过的读书人都找过来，
让他们抢我的绣球。当时我最希望是芝兰玉树的姜文燕能抢到绣球。我听说姜文燕也被绑下捉婿了，她娶的是刑部尚书的嫡长女。2年前她殿试被钦点了探花，不过是短短2年，已经是正五品的刑部郎中。我爹的案子就是刑部负责，我知道他肯定能说得上话，连忙走到他面前请求他：姜举人，姜大人，我爹是被人污蔑，你能不能救救他？我爹之前真的帮过姜文燕等寒门学子许多忙。2年不见，苏小姐长得越发动人了。他没回答我的话，而是定定地看着我，他的眼神让我觉得特别不舒服，下意识后退了一大步。姜某一直倾慕苏小姐，希望苏小姐能常伴身侧。臭不要脸！我忽然明白，姜文燕并没有她表面看上去的那般光风霁月，就好像顾昭看着不近女色，在榻上却完全不是东西。我强迫自己将握着小金鞭的手背在身后，耐着性子说道：姜大人已经娶妻了。男人3妻4妾不是很寻常？他面上没有半分羞愧，倒是眸中多了几分恶意与贪婪。我可以给你置办做宅子，你先住在外面，我会时常过去陪你。等时机到了，我便将你接回府中，抬为贵妾。他这意思是让我给他做外室，我气得牙根都痒了。只是想我爹活，还得忍着脾气跟他废话。我不会给人做外室。姜大人，你们读书人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我爹爹给过你许多银子，现在他被人陷害，我希望你能帮帮他。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银子。他说着就试图抓住我的手。我现在只缺一位苏小姐这样的如花美眷。我知道苏小姐跟过太子殿下2年，但殿下马上就要大婚了，她不可能再要苏小姐。苏小姐想苏振活，只能跟了我。我越看姜文燕这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模样，越是觉得恶心，止不住干呕出声。姜文燕显然没想到我会被他恶心到呕吐，脸直接青了。你别不识好歹！他磨了磨牙，继续威胁我。我现在是什么身份你应该清楚，我若想苏振死，他都撑不到1月后的问斩。苏浅，我给你2天的时间，如果2天后我依旧无法在我城南的别院看到你，你可以提前给苏振准备棺材了。他恼羞成怒后彻底没有了耐心，恨恨地瞪了我一眼，头也不会离开。我一颗心仿佛坠落冰窟。我娘已经在京都买了宅子。与姜文燕分开后，我就直接去了新家。我还有个比我小2岁的弟弟苏沫。听到爹出事的消息后，弟弟苏沫也急匆匆从书院赶到了京都。芊芊，怎么样？太子殿下答应救爹爹没？我娘问完后，苏沫也急切地追问：姐夫不会让爹出事的，对不对？我特别不忍心让娘和弟失望，但是关乎爹的性命，我也不敢说谎。他不愿意救爹爹，都怪我。那2年我对他不好，他恨我，是我连累了爹爹。芊芊，你别胡说，你是我和你爹的宝贝，你哪里连累你爹了？我娘看不得我难过，连忙安慰我：我是希望你爹能好好的，但如果他真的……娘红了眼圈，那也是他的命，你不能因为救不了他，便把责任推到了自己身上。就是，姐你那么好，怎么可能会有错？姐夫不喜欢你，是他没眼光。我姐这么聪明，这么好看，配得上天底下最好的儿郎。我心里暖乎乎的，可曾经肆意张扬、嚣张骄傲的我，在明白这个世道的许多无奈后，已经不敢张扬了。姐，我听娘说你有身子了，你快回屋休息吧。我16岁了，可以撑起这个家了。爹的事我来想办法，你和娘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救出爹。我看着面前玉树临风的苏沫，心里满是欣慰。我肚子隐隐有些疼，在弟和娘的劝说下，还是先回了屋里。我实在是挂念爹，睡也睡不着，在床上躺了半日，还是打算花点银子再去监狱看看爹。我刚走出小院子，就看到了弟弟。我弟此时的穿着花花绿绿的，像一只骚包的花孔雀。看到我弟微微有点不太好意思，不过他还是穿着这套衣服，在我面前转了一圈。你觉得我这一身怎么样？我听说安阳郡主喜欢美男，我打算去他府上，要是他留下我做男宠，爹就有救了。我弟是读书人，还可能成为状元郎，怎么能给人做男宠？我急了，把弟弟骗去伙房，直接把他反锁在了里面。爹，你快开门，我要去找安阳郡主。就算安阳郡主那里不留我，我也可以去找别人。我是真的喜欢当男宠。弟弟急得直砸门。人这么聪明又长得好看，我留在安阳郡主身边，最开始是男宠，但时间长了，我肯定能上位。姐，我真的特别适合做男宠，
你快让我出去！我倒是没想到弟弟对做男宠这般情有独钟，但我还是不愿意他给谁做男宠。我拖着腮帮子坐在伙房外面发呆。我再去求顾昭，只是自取其辱。他那么讨厌我，我出现在他眼前，或许还会影响到他心情，害我爹提前掉了脑袋。姜文燕人面兽心，只想玩弄我。我不愿意做他的外室，可我总不能真让弟弟去做男宠吧。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我让人打听出姜文燕城南别院的位置，又悄悄给他送了信，还是提着金子做的小灯笼去了他城南的别院。我不想跟姜文燕做男女之事，可顾昭不要我了。我爹命悬一线，我弟还一心想做男宠，做姜文燕的外室是我能想出的护住苏家的唯一的办法了。一路上我不停地安慰自己，今天晚上忍忍就过去了。可当我真的到了那处别院，看着人模狗样的姜文燕，心中还是止不住恐慌、恶心。苏小姐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。他手落到了腰封上，想到了些什么，忽然弯起了唇角。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，应该由你来伺候我宽衣。伺候你妹！我冷着脸坐在床边，都想问候他祖宗18代了。见我一点都不听话，他不仅没生气，还笑得越发温柔惑人。苏小姐习惯了别人伺候，当然不会伺候别人宽衣。无妨，一会儿我伺候苏小姐。混蛋！我越发觉得姜文燕恶心，只是我有求于人，不管心里多憋屈，也只能忍着。姜文燕褪下了外袍。苏小姐花容月貌，甚得我心。今晚便是我与苏小姐的洞房花烛夜。我又想骂她了，尤其是看到她解开腰封后，一步步朝着我走来。这大冷的天，我掌心竟是止不住渗出了汗珠。苏小姐，她眸中火焰焚烧，手更是激动到轻轻颤动。忽的，她上前一步，就死死地掐住了我的腰。我怕她真那样对我，打了个激灵后，慌忙后退，就想与她保持些距离。姜文燕，我不想做你外室，我可以给你金珠宝贝，我真的求你了，你救救我爹爹好不好？我说过我不缺银子，我只想要苏小姐。他眸中快速浮现出阴翳，声音更是令人头皮发麻的阴狠。他还忽然改变了对我的称呼。浅浅，你也可以继续惹我生气，那样明天你便可以给苏振收尸了。我心里猛一个咯噔，我不想给爹收尸。在榻上，顾昭是会让我很累，但顾昭碰我，我是喜欢的。而姜文燕抓住我的衣服，我却觉得好似有一条恶心的毒蛇缠到了身上。我发疯一般想远离这条毒蛇，只是我若任性，我爹会被人生生折磨死。浅浅，从看到你的第一眼开始，我就爱上你了。每天晚上，我都幻想着你被我按在身下的模样。今晚，我终于可以得偿所愿了。畜生！姜文燕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，我才12岁，她竟然她简直不是人。她脸贴到了我脖子上，我又听到了她那带着明显威胁与恶意的声音。实话告诉你，苏振会入狱，是我做的。我爹爹帮过你，你怎么能这么害他？他不入狱，你怎么会来求我？我怎么得到你？倩倩，我劝你乖乖的，乖乖讨好我，乖乖留在我身边。我可以让你爹坐牢，也可以毁了你娘你弟，所以你得哄我开心。混蛋！我怎么都没有想到，爹入狱竟然是被姜文燕坑害的。我恨不能跟姜文燕同归于尽。倩倩，亲我。他说着，忽而用力扯开了我衣领，骤然传来的凉意让我条件性反射地狠狠推了他一把。感觉到我的抗拒，他那张眉清目朗的脸一下子阴沉扭曲了。他好似彻底失去了耐心，直接狠狠将我推倒在榻边，就妄图彻底将我的衣服扯坏。他手落在我身上，我觉得又被毒蛇缠住，将脸别向一旁不停干呕，难受的眼泪都出来了。我拼命推姜文燕，可他看着斯文，力气却特别大。他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脚踝，我肚子忽然特别疼，又被他粗鲁地压制着，一下子连动都动不了。放手！姜文燕，你再敢动我一下，我就夺了你的手！倩倩，你嘴生得这么好看，怎么说话这么不中听？你可以继续说话，但你每说一句话，我便让人从苏振身上割一块肉。我气得眼圈通红，恨不能撕了姜文燕，可我也不得不承认，他的威胁对我特别有用。我不想爹被割掉皮肉，死死地咬住唇，心中恨意翻涌，却怎么都不敢再多说一个字。哼，
你倒是硬气。他得意的凉笑一声，就如同饿狼一般扑到了我身上。我绝望的闭上了眼睛。芊芊，你是我的。紧闭的房门猛地被踹开，房门敞开，带进来的冷风吹乱了桌台上的烛火。听到动静，我下意识睁开了眼睛，没想到进来的人竟然是顾昭。姜文彦显然也没想到顾昭会来这边。太子殿下，他还没将外袍套在身上，顾昭一脚就已经重重地将他踹翻在地。姜文彦被他踹得爬都爬不起来。我就是想不通，他都已经不要我了，为什么还要来这里找我？不知下官何时得罪了太子殿下，要让太子殿下深夜阻断下官与外室恩爱。你说谁是外室？他直接一脚踹到了姜文彦脸上，疼得他好一会儿都无法找回自己的声音。姜文彦直接昏死过去。我用力拢紧自己身上的衣服，有些庆幸今晚顾昭过来没让姜文彦得逞，可我又特别害怕，等姜文彦醒来，他会加倍报复我爹。我以前真的不是爱哭的人，但怀孕后泪点莫名变得很低，再加上我太担心爹，眼泪怎么都止不住。顾昭单手将我箍进了怀中，见我满脸的泪痕，眉宇间的戾气越发浓重。就那么喜欢他，顾不让他碰你，就这么难过。为了跟他在一起，甚至不惜自轻自贱做外事，可惜了，顾还未休妻，你别想跟姜文彦双宿双栖。我觉得顾昭有病，我什么时候喜欢姜文彦了？鬼才想跟他双宿双栖。我爹养尊处优惯了，姜文彦一个人的折磨他就承受不住，要是再加上一个凶残的太子殿下，明天我真得去给爹收尸了。我不敢顶撞顾昭，只能无声地掉着眼泪。还委屈上了。苏浅，跟顾在一起你就这么委屈，但就算你委屈，也只能跟顾回太子府。我连忙就想从他怀中挣开。我不回去，我不给你做侍妾。侍妾想跟着顾，你也配？苏浅，我再说一遍，顾给你休书之前，你若再敢给顾戴绿帽子，顾一定会弄死你。我将脸别向一旁，金豆子越发泛滥成灾。什么人啊，瞧不上我，还不许我给他戴绿帽子，他简直比我还变态。他就是故意报复我，就是不想让我好过。我不想再回太子府，看着他跟柳若云甜甜蜜蜜，但他跟强盗似的抱着我上了马车，我逃都逃不掉。后来又被他扔到了他寝宫的榻上。姜文彦碰了你哪里？紧接着他带着厚茧的指腹落到了我唇上。他亲过你这里？我没立马说话，而是极度警惕地看着顾昭。他深不见底的星眸中渐渐浮起了红血丝。姜文彦没亲到我的嘴，我一直在干呕，估计他也下不了口。我也觉得顾昭此时的模样挺吓人的，心中格外委屈，还是忍不住跟他唱反调。与你无关，反正你马上就要给我休书了，就算你不给我休书，我也要跟你和离。顾昭，你不就是讨厌我、恨我，想让我不痛快？我从袖子里掏出小金鞭，扔在地上。鞭子给你，大不了你抽死我。我越说心里越是难受，直接破罐子破摔地躺在了榻上。我用脚踩过你，大不了你把我脚也剁了。我又扬起手，手也给你，你想怎么剁就怎么剁，青针红烧都可以。只要你答应救我爹爹，你怎么教训我，我都愿意。顾昭没说话，只是黑沉着一张俊脸，捡起了落在地上的小金鞭。我身体止不住狠狠地瑟缩了下。过去2年，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抽过顾昭许多次，但我力气有点小，每次抽他连道红痕都没给他弄出来。他抽我不一样，他天生神力，我怕他抽我，可我又要面子，不想让他看出我害怕，还是挺直了腰板让他抽。今晚你抽死我后，能不能帮我爹爹洗清冤屈？我死之后，你能不能在我坟前多烧些纸钱？我怕到了地下没银子花。哼，给你烧钱，想的还挺美。小气鬼，抽死我之后连纸钱都不舍得给我烧。什么狗太子殿下？见顾昭距离自己越来越近，我吓得直接闭紧了眼睛。顾昭手中的鞭子没落下来，倒是他腰间一紧，他死死地掐住了我的腰。顾碰你就这么不情愿，但顾今晚偏要碰你。忽的，他俯下脸，带着凉意的薄唇就贴到了我唇上。我忍不住又想起了他第一次亲我的时候。他第一次亲我，不是与他圆房那晚，而是去年我生辰。去年我生辰，他亲手为我雕刻了一个小木人。看着那个木头姑娘，我心跳忽然变得格外快。我觉得送我礼物的顾昭是害我心脏出问题的罪魁祸首。
我不敢告诉爹娘，只能暗中惩罚他。我让他脱了上衣趴在地上，在他背上画了一只特别丑的大乌龟。他应该是觉得屈辱气坏了，耳根特别红。他耳根越红，我越嚣张，让他翻身，好更方便我揪他耳朵。谁知他翻身的刹那，我没防备，整个人都贴到了他身上，唇还贴到了他唇上。等他喘着粗气放开我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自己身上只剩下小衣了，而且小衣还解开了大半。我觉得好像被他轻薄了，决定继续教训他。我又使出惯用的招数，在他身上写诗侮辱他。我以为都那么羞辱他了，他肯定得羞愤欲死。谁知他只是哑着嗓子喊了我的闺名，让我从他腰上下去。我还没下去，他又亲了我，还一遍遍哄着我，让他再亲一次。曾经的阿蛮那么好，我怎么可能完全不动心？可是现在的顾昭只会欺负我，羞辱我，让我疼。我肚子真的好疼啊！越想曾经他对我的纵容，再看着面前凶得跟阎罗王似的他，我心里越是难过。尤其是当他粗鲁地扯下了我的小衣，我好不容易才止住的金豆子又泛滥成灾，他的动作刹那僵住。就这么不愿意姑碰你？江文燕都娶妻了，还为他守身如玉，苏小姐可真是痴情，不愿姑碰你，姑也不是非你不可。他黑着脸将我小衣扔在一旁，气势汹汹用丝被裹紧我的身体，拂袖而去。我哭了好一会，肚子才没那么疼。我出来这么久，怕娘和弟担心，连忙收拾好自己想回家。我没能回家，顾昭把我软禁了。我知道他是想慢慢折磨我这个漂亮的变态。我担心江文燕醒来后会恶意折磨我爹，担心没有我的阻拦，我爹会真给谁当了男宠。我急得团团转，一连7天我都没见到顾昭。他派了好几个婢女伺候我，可这几个婢女每天都会议论顾昭有多喜欢刘若云，我觉得特别刺耳，心情更不好了。我被软禁在太子府的第8天，总算是又见到了顾昭。顾昭，你这个混蛋！被软禁了这么久，我快要憋疯了，也顾不上会得罪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了。见他进来，我红着眼圈上前就狠狠地推了他一把。你快放我出去！我想我娘了，我还想去看我爹。想到江文燕之前说，如果我得罪他，第2天早晨我就可以给爹收尸了，我心里越发难受。我又蛮横地推了他一把。阿蛮，你就是一只狗！你要是让我连我爹最后一面都无法见到，我攥紧了小金鞭吓唬他。苏震还活着。听了他这话，我那颗提着的心总算是回落到了原处。但想到他软禁着我，却天天跟柳若云逍遥快活，我还是看他特别不顺眼。反正我不要继续待在这里，我要出去！说着，我就不管不顾地往寝宫外面跑。他自他身后死死地箍住了我。又想去找江文燕，自甘堕落，给她做外事，做梦！狗才还想找江文燕呢，我只是不想跟柳若云的男人待在一起。想到他刚刚可能还抱过柳若云，我气得直接狠狠地咬了他一口。而且我怀疑皇帝皇后是要问我的罪。他吃痛，声音中也染上了怒气。你就这么急着给苏震收尸？狗东西，又用我爹威胁我，我气得眼睛疼。我讨厌被人威胁，可我爹是我的软肋，我不敢继续往外面跑。但整天听婢女说他和柳若云恩爱的鬼日子，我也过够了。我恨恨地瞪了他一眼，关死房门，用力咬了下唇后，直接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褪了下来。苏倩，做什么？把衣服穿上。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呼吸忽然听上去有点急促，声音还染上了惑人的哑。可这一次我不会再被他蛊惑。我知道顾昭恨我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羞辱了他2年。我觉得只要把自己羞辱过他的事让他也对我做一遍，他心中的怨气应该就没那么大了。我头一回主动在男人面前把自己拖成这副鬼样子，但为了救爹，我还是强忍着心中的羞耻，破罐子破摔地说道：你不就是觉得我变态，想报复我？你来报复啊！你用脚踩我，在我背上画乌龟，在我身上写诗，大不了你也写苏浅是狗。我只求你报复完我之后，你能救救我爹爹，他真的是被人陷害的。你毕竟也喊过他一声爹，你帮帮他好不好？顾昭站在原地纹丝不动，我隐约意识到，只是让他用脚踩我，在我背上写诗作画，这侮辱力度还不够。我知道你还恨我让你在冬日下水摸鱼，现在也是冬日，大不了我也跳进水池给你摸几条鱼。去年冬日大雪纷飞，顾昭却光着膀子在院子里练武。我那天心情本来还挺好的，但看到他那么不爱惜自己身体，心口忽然有些烦闷。我忍不住说了句：你这么喜欢光着膀子，有种你下水给我摸鱼吃啊。谁知他真的跳下了水池，给我抓了2条鱼。我没下水抓过鱼，不过觉得他更想看到的
是我受苦挨冻，能不能抓到鱼没那么重要，所以我抬脚就往寝宫外面冲。苏浅，你站住！他单手提起我，死死地将我按在了床边。这个样子你就想出去？你疯了是不是？我刚才只顾着生气了，都忘了身上没穿东西了。想到自己刚才竟然差点真这么冲了出去，心里羞耻的要命。但我现在处于想发疯已经拦不住的状态。反正你又不是我的谁，我想怎么出去不用你管。我不是你的谁？他皮笑肉不笑，整个人阴沉，危险的跟要吃人似的。我现在就让你知道我到底是谁，苏浅，我顾昭是你夫君。说着，他跟虎狼似的俯下脸，就死死地咬住了我的唇。夫君这个词真的好动听，可他之前都说要给我休书了，他要迎娶柳若云，他不是我的夫君，他是柳若云的夫君。我越想心里越是不痛快，卯足了力气推他，我越推他，他越疯，跟要弄死我似的，让我彻底无力招架。顾昭，你混蛋，你不是人，狗男人！我一直在骂他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情绪起伏太大了，我肚子忽然特别疼，我身体轻轻颤动了下，倒在榻上一动不动。苏浅，浅浅！我感觉到自己流血了。我昏死的时候，夜色刚刚降临，醒来的时候，日头已经很高。紧接着传来的是御医战战兢兢的声音：太子殿下，苏姑娘本就身子骨比较弱，又出现了小产的先兆，所以才会昏睡这么久。小产的先兆，我微微松了一口气，肚子里的小阿蛮还在，只是片刻后，我一颗心又提了起来。顾昭知道我有孕的事了，我肚子里的小阿蛮完蛋了。因为情绪太过激动，我忍不住拍了下床。听到我这边的声音，顾昭掀起帷帐，就坐在了我旁边。我知道如果自己没醒来，顾昭接下来应该就会让御医给我灌打胎药了。我忽然醒了，他们的交谈才没继续，顾昭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。还难不难受？我眼珠子滴溜乱转，该说难受还是不难受？轻轻咬了下唇，难受。怕他会真逼我喝打胎药，顿了下，我又连忙说道：你放心，我不会用肚子里的孩子逼着你对我负责的。你放我离开这里，等我回家，我就会喝打胎药。我想要小阿蛮平安健康成长，肯定不会喝打胎药，只是想让顾昭安心。哼，你就这么不想要这2个孩子？2个？我惊呆了，不敢想自己怀的竟然是双胎，那我更不能让顾昭弄死他们了。我点头如捣蒜，不想要，死都不想要。你真的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，我保证喝2碗打胎药，让他俩消失得干干净净。我悄悄看了眼恭敬地立在一旁的几位太医，怕他们给我抓打胎药，他们倒是没给我开药。苏浅，你挺厉害。他又生气了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嫌我喝的打胎药不够多，连忙向他表忠心。2碗不行，那我喝10碗，只要你让我回家，我喝100碗都行。算你识相。他又凉笑着哼唧了一声，身上倾泻而出的杀气凛冽刺骨。我捂着肚子颤抖，这次真的完了。顾昭又是好几天没回来，我听婢女们说，他只是没回寝宫，他和柳若云在书房可快活了。我算了下时间，心中微微有些疑惑，顾昭有这么快吗？可能是他最讨厌的变态怀上了他的孩子，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刺激，我有点同情他，又有些难受。他和柳若云快活，我真难受。我没想到皇帝皇后会见我，我折磨羞辱了顾昭2年，他们不赐我凌迟才怪。我听说凌迟要被割上千刀，真的特别害怕，而且我怀疑皇帝皇后是要问我的罪。参见皇上，皇后娘娘。皇后竟亲自起身把我从地上扶了起来，让本宫好好看看。皇后这是要看看我适合被凌迟多少刀吗？长得真俊，便宜小昭那臭小子了。浅浅，听说小昭9岁那年差点冻死饿死，是你救了他。我不敢置信地看着皇后，皇后对我的态度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顾昭9岁那年的确是饿晕在我家门外，我给他塞了一颗药，又给他塞了一颗糖，他就醒了。我嫌身上的金叶子太沉，又给了他一袋金叶子。我见到过太多无家可归之人，随手赠给岂是奄奄一息之人的金叶子，我早已数不过来。这个世道其实一直没那么太平。我没救太子殿下，我只是给了太子殿下一袋金叶子。皇后笑得波光流转，好孩子。皇后跟我聊了许多家常，我不敢戴皇后给的玉镯，但她直接套到了我手腕上，我也不敢摘下来。我想死，我怎么敢说？我这个漂亮的变态
还极其恶劣地羞辱过顾昭。我回到太子府后，皇帝皇后又让人给我送来了好多赏赐，我就是想不通，明明那么恨我的顾昭，为什么要告诉皇帝皇后我救过他性命？顾昭让人给我送落胎药来了，我得想办法赶快逃跑了。皇帝真的是明君，我进宫的时候请求他让人彻查我爹的案子，他说我爹的案子已经移交到了大理寺那边。皇帝金口玉言，且江文嫣的手伸不到大理寺那边去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肚子里的2个小娃娃。我刚从宫里回来，婢女就端来了一碗黑乎乎的药汁，说是保胎药。我装出一副欢喜的模样，说一定会喝。让婢女们先退下后，我关好门窗，悄悄把药倒进了一旁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植物中。那株植物原本苍翠欲滴的嫩叶，很快就蔫巴了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被困在太子府寝宫的这段时间，悄悄收买了一位婢女。我给了她一根花了20两黄金买的簪子，她帮我把字条带给了我弟，让弟弟帮我弄假死药，不能伤到肚子里孩子的那一种。人死恩怨两消，若是以为我死了，顾昭肯定不会再给我灌一碗打胎药。哪怕他再恨我，他顶多也就是把我丢在乱葬岗，那样等药效过去，我就可以跑回家找娘了。皇帝要彻查我爹的案子，我爹很快也能无罪释放。我有些担心自己死之后，顾昭会给我2刀。我心里慌慌的，我能感觉到自己动不了了，眼睛也睁不开，可我却能听到周围的声音。不好了，苏姑娘死了！随即是好多人进进出出的声音。我等了有1盏茶的时间，才听到了顾昭的声音。祸害1000年。他似乎是不敢相信我这位祸害就这么死了，他的声音中带着浓重的哑。不可能死！苏浅，你给姑醒来！你要是再敢戏耍姑，姑让你全家给你陪葬！我有点慌，他该不会真要杀我全家吧？但我现在除了能听到外面的声音，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胆战心惊地听他发疯。苏浅，你醒醒！他的声音越来越轻，后来还渐渐地染上了无措与恐慌。他慌什么呢？难道怕我变成鬼报复他？我不想牵连无辜，给他留了书信，说得很清楚，我是服毒自杀，与别人无关。希望他能看在我毕竟喊过他一声夫君的份上，我死之后把我的尸体送回我家。你就这么喜欢江文嫣，喜欢到宁愿自杀也不愿生下姑的血脉。你喜欢江文嫣，姑就让她死无全尸。不，姑不要她死，你是姑的妻，姑为什么要成全你们做一对鬼鸳鸯？对，姑要她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想让姑把你的尸体送回家，姑偏要你留在姑身边。哇，顾昭真是疯了！这假死药的药效只有12个时辰，要是他不赶快把我扔到乱葬岗，我假死的事就瞒不住了。苏浅，别再耍姑了，行不行？你快睁开眼睛看看姑。浅浅，你醒醒！他的声音越来越轻，越来越沙哑，后来他声音中都染上了明显的哀求。求你快醒醒！我百思不得其解，顾昭都让人给我送落胎药了，按理说他应该是恨我，怎么以为我死了，他竟这么难过？我还未想通，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落在了我唇上，大脑空白了好一会，我才意识到这是顾昭的唇，我惊得都要诈尸了。现在的人设好歹是一具尸体，他怎么能这么对待一具尸体？浅浅，别走，我求你了，睁开眼睛好不好？他都不再对我自称姑，我觉得脸上有些热。狗男人流泪了，他怎么会为我流泪？浅浅，别睡。他仿佛着了魔一般，一遍一遍喊我的名字，喊得我心里都有些难受了。见我没有丝毫要醒来的意思，他整个身体都止不住站立。我的死讯很快就在太子府传开，很多人都来劝顾昭赶快给我下葬，就连帝后都过来了，希望他放开我的尸体。可谁都劝不动顾昭，他抱着我不停地跟我说话。我从未想过平日里惜字如金的他，竟也有如此聒噪的一面。更要命的是，我假死快12个时辰了，要诈尸了。夜黑风高杀人夜，顾昭伤心过度，难受的坐都有些坐不稳，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诈尸了。幸好此时顾昭精神状态不怎么好，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异样。我悄悄拿出弟弟混在假死药中的昏睡针，卯足了力气扎在了顾昭背上。果真挨了我这一下，他立马就倒在榻上一动不动。我快速解下他腰上的令牌，就装成婢女往太子府外面走去。我低着头往外走，再加上手上有顾昭的令牌，轻而易举就逃出了太子府。从此之后，天高海阔，
我再也不用担心顾昭逼我喝落胎药了。我没回凉州城，而是去了江南的一个小镇。我从京都离开那夜，弟弟悄悄跟我出城，塞给了我一大叠银票。倜傥潇洒的少年郎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非要跟我去江南。我哄了他许久，他才总算是同意。我怀疑弟弟把苏家半个家底都折成银票塞给了我。到了江南后，我开了一家胭脂铺。我学问不好，一读圣贤书就头疼，可我打小便特别喜欢制胭脂香膏面脂。苏家也有胭脂铺，卖的最好的几款胭脂香膏面脂都是我给的配方。其实刚到江南，我也空闲了几天，可一闲下来就会想爹娘和弟弟，想顾昭，也会想顾昭让人端给我的那碗落胎药，以及我假死之后他抱着我的尸体深深吻我。我在去江南的途中捡到了几个颠沛流离、气息奄奄的小姑娘，我让她们留在胭脂铺，跟着我学做胭脂。我拿出些银钱，在小镇上开了家女子学堂。我开设的学堂不仅教女子读书，也可以学纺织女工，甚至经商。我的胭脂铺越做越大，短短半年就成了不少江南女郎的心头好。我开设的女子学堂也越来越多。我怀疑在弟弟心中，我是个挥金如土的败家女。我已经那么有钱了，他每个月还会托人千里迢迢为我送银票过来。这半年来，京都发生了很多事。我爹早在5个月前便出狱了。大理寺查清是姜文燕为我爹设了一个局。弟弟给我的来信说姜文燕真恶心，觊觎我不成，就在外面养了个和我有6分像的姑娘，还喊那个姑娘叫钱钱。姜文燕明媒正娶的妻子上书千金，直接冲到了城南，让恶仆将那个姑娘打得半死。那个姑娘也是倒霉，肚子里还怀着已故夫君的孩子，就那样被上书千金带去的人打没了。大理寺又查出他陷害我爹，皇帝震怒，直接将他下了大狱。上书千金也曾真心爱过他，但知道他做的这些事后，对他彻底失望，还让人在狱中好好照顾他。弟弟说他心血来潮，浪费了些银子去探视姜文燕。曾经面如冠玉的他，早就已经看不出本来模样，腿断了手残了，浑身都是伤，就挺惨的。我看完弟弟的信，也只能送给姜文燕一句活该。我爹娘和弟弟也没能回凉州城。弟弟说顾昭跟疯了似的，不让他们回去。弟弟还听说柳若云也被下了大狱，就是他没打听出原因。我也觉得顾昭有病，怎么不娶了？我也想不通柳若云为什么会下大狱。我想不通，也便不再想了。别人的事我最近不想理，只想平平安安把2个小娃娃生下来。我听说女人生产是从鬼门关走一遭，产婆说我怀了双胎，又是第1胎，尤其凶险，我怕会再也醒不来。苏姑娘，店里的几位小学徒悄悄推了我一下，我抬眼一看，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裴秀才进了我的胭脂铺。裴秀才是3个月前昏死在我胭脂铺外面的落魄书生，我让人给了他一锭银子。谁知裴秀才醒来后，几乎每天都会来我这胭脂铺。店里的小伙计们都打趣我，说裴秀才心悦我。我觉得小伙计们眼睛不太好使。裴秀才虽然家境清贫，但也是风度翩翩、才华横溢的少年郎，怎么可能会心悦我这位挺着大肚子、夫君死在战场的寡妇？很多人打听过我夫君，我都是说我夫君从军，死在了战场。裴秀才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他红着耳根，将脸别向一旁。苏姑娘，我心悦你，以后我能不能照顾你？我仿若实话，我没有另嫁的打算，正在努力组织语言，想用不伤人的方式拒绝裴秀才。我真的很喜欢苏姑娘，苏姑娘若愿意嫁我，成婚后我不仅待苏姑娘如珍如宝，还会将苏姑娘肚子里的孩子视如己出。苏浅，你想带着姑的孩子嫁给别人？我知道顾昭是来跟我算账的，双腿颤颤，抓了把银子就想跑。只是顾昭带了好多侍卫，他们跟一座座大山一般堵在我胭脂铺外面，我插翅难逃。敢假死设计姑，苏浅，你挺厉害啊！想到我假死后，顾昭落在他脸上温热的眼泪，我有那么一点点心虚。但想到是他让人给我送的打胎药，我又挺直了腰板。是太子殿下先让人给我送的落胎药。我要是不假死脱身，我肚子里的娃娃们早就已经死在了你手中。姑没让人给你送落胎药。裴秀才也没想到，我肚子里孩子的亲爹是太子殿下，他那双好看的眼睛中染满了难过。苏姑娘之前不是说你夫君早已战死沙场？我听到顾昭的冷哼声，更慌了。孤战死沙场，苏浅，你就这么盼着孤死？
太子殿下，你不要凶苏姑娘，她有身子，你不能对她这么凶。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太紧张还是怎么回事，肚子忽然特别疼，我疼得一下子弯下了腰。我肚子好疼，我可能要生了。方才还金贵冷漠、高不可攀的顾昭一下子乱了阵脚，他上前小心翼翼地将我抱在怀中。芊芊，你别害怕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家。他抱着我回了我半年前置办的那栋宅子，几位产婆都不让他进产房，但他分毫不顾产婆的阻拦，一直陪在我身旁。我打小就娇气，最是怕疼，一直生不下来，总忍不住掉眼泪。我哭，他眼圈也红红的。折腾了一晚上，我才总算是生下了2个小娃娃，一儿一女，凑成了一个好字。产婆说他们接生了那么多年，还是头一回见女人生，男人哭肿了眼睛的。我生产消耗体力太多，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已经是另一天。顾昭就坐在榻边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我意识到他好像有些在意我，还是不想理他。芊芊，你真的醒了，我真的好害怕。哼，狗男人，真装。我鼓着腮帮子不想理他，但有些话憋在心里实在是不舒坦，还是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。装什么深情？你根本就不喜欢我。你要是有些在意我，你回京都那日便不会说要给我休书，你还跟柳若云在一起。可能是觉得我说的话太离谱了，顾昭愣了片刻后，才轻轻吻了下我的手背。我没碰过柳若云，我也从未想过娶她。我刚回京都时，父皇母后的确有心给我和柳若云赐婚，但我说我已有妻。父皇母后催促我接你回京都，可你心中只有姜文燕那个败类，我心里酸得难受，才没昭告天下你是我的太子妃。我脸红了，没想到他和柳若云之间竟然是假的。我没喜欢过姜文燕，我也没不想要这2个小娃娃，我是担心你会逼我喝落胎药，我才说回家后自己喝。他紧紧地抱住了我。我怎么舍得逼你喝落胎药？我查清楚了，是柳若云收买了府中的婢女，在我让人送去的安胎药中下了毒，我已经让柳若云付出代价。芊芊，幸好你机灵没喝那碗药。我心里软得一塌糊涂，忽然就不想跟他耍小性子了。你没喜欢柳若云，以后也不许喜欢别的姑娘。你要是敢喜欢别人，我故意摆出了一副特别凶的模样。那我就不喜欢你了。他指尖剧烈站立，极度惊喜而又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你喜欢我？我喜欢狗东西。他深深地吻住了我。我就是狗东西，以后芊芊也只能喜欢我。婴儿的啼哭声忽然响起，我连忙把他推开。他好似不甘心被冷落，眼睑低垂，像是受了委屈的大狼狗。但见我着急，他还是一个手一个把2个小娃娃抱到了我面前。芊芊，就算有了孩子，你也得多喜欢我一点。知道了。我不太忍心看他这副委屈巴巴的模样，只能敷衍他。他却欢喜得要命，把我和2个小娃娃一起箍进怀中，怎么都不愿意放开。我无奈低笑，碰了下2个小娃娃的脸，又公平地抱了他一下。这人间有情有酒有他，真好。